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2026年美国股市持续创新高，你是不是也在想标普500指数到底还能不能再持续买下去？很多人都觉得呢，买美国标普500指数就是买进整个美国的大盘，好像呢很分散。很稳健，然后呢风险也相对比较低，但其实呢真相可能没有这么的简单。这支影片我跟你分享，我整理几份权威机构的报告后，我看到的几个风险。2026年我们买美国标普500指数，这5个风险你一定要知道。最后我会跟你分享我自己是怎么做的。那第一个风险就是估值风险，投资最后能不能获利呢？其实有很大的程度呢是取决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们买进的价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现在的美国标普500指数到底是算便宜还是算贵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2张图。第一张图是 JP Morgan 整理的 S&P 500指数的估值指标，你可以看到，目前标普500指数的 Forward PE， 也就是预期本益比是落在大约20倍以上，而30年的平均大约是17倍左右。那这张图呢，除了有讲到预期本益比之外呢，也有提到息率本益比。那息率本益比就是纳入通货膨胀的因素的本益比。你可以看到30年的平均的息率本益比是 28.8 倍，但是呢，我们现在息率本益比是高达了40倍左右。所以现在标普500指数真的不便宜，它比较像是呢，你持有了好公司，然后呢好的资产。但是呢，它的价格现在比较昂贵，但贵呢不代表一定会崩盘，一定会下跌。贵呢只是代表说什么？贵呢主要是代表说他们未来的表现呢已经提前的反映在他们现在的股价上面。所以你现在投资的话呢，你未来几年预期获得的报酬就要抓的比较保守哦。那下面这张图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左边是买进时的本益比跟未来1年报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发现到本益比跟报酬之间关系是非常的分散的。因为呢，短期的股市呢本来就是非常的随机，但是你看到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的话呢是本益比去对照5年的一个报酬，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的一个分散就变得更加的收敛了，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越高本益比的位置买进，它后续5年的一个年化报酬率往往就会变得比较低。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高估值的时候买进，那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报酬呢就要更加的保守。那第二个风险就是权重集中的风险。标普500指数呢，它不是平均买入500家公司很多新手朋友会觉得说呢，我买标普500指数，就是买美国500家公司嘛。那美国500家公司的话，那代表说什么？每一家公司大概就权重0.2%，并不是我们的标普500指数呢，它是进行一个市值加权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公司谁的市值比较大，它在指数里面的权重就会越高。那下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到，每个年代呢，标普500指数它前10大公司的权重，你可以明显的观察到，现在前10大公司的权重呢，已经来到了将近40%。这代表说呢，如果你买进了标普500指数，你以为你很分散的投资在500家公司，其实呢，你有40%都是投资在前面的前10家公司，而真正的影响你的投资绩效，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前面的这几家巨型公司上面。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要再补充一下前面的估值风险。有人会认为呢，估值过高，主要就是因为前面这10家公司因为他们都是有关于 AI 有关于半导体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公司呢涨得非常的多，所以导致呢标普500指数估值比较高其他490家公司呢，其实呢估值不高啦。所以呢，我这样投资起来的话呢，其实呢并没有这么的高。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前10大公司的本益比确实比较高，但是它跟历史平均相比的话，你可以发现到它的本益比并没有高多少大概只高了4%左右，反而是呢其他的490间公司的本益比它比历史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上许多其他490家公司的话呢，它历史平均水平大概是15.9倍的本益比，但是呢他们现在的本益比是高达了19.6倍，是高出了非常的多。这代表说我们现在买入的标普500指数，我们说它的估值过高，并不是这些高估值的股票就是只有前面那10家公司，而是整体标普500指数他们的500家公司平均起来就是比较高。好，那第3个风险就是 AI 叙事风险。AI 叙事风险是最近这几年才兴起的。那我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提到，现在的标普500指数它很大的程度是吃到了 AI 的红利。那 AI 就是人工智能，还有一些半导体的产业。那我相信呢，荧幕前面的各位应该都会觉得说，那个我们的标普500指数，它就是跟 AI 有高度的一个重合就这样而已嘛。因为前10大成分股就是比较多。但是呢，其实
事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哦。因为呢，它不只有前10大成分股是跟 AI 相关，就算是其他的成分股也跟 AI 高度的重叠。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就是 JP Morgan 他认为跟 AI 高度相关的产业，包含了云端巨头、半导体、硬体、电力还有软体等等，这些产业跟 AI 高度相关的产业啊，占标普500指数的权重啊，是超过了50%。也就表示说，虽然你现在买了美国标普500指数，你认为你买了美国大盘，然后呢非常的广泛分散，其实呢并没有这么的分散，他们还是高度的集中在 AI 产业上面。这就跟台股非常的相似嘛，台湾的大盘好像是0050。也是一样，非常大程度的是吃到 AI 跟半导体的红利。那这张图的话呢，又衍生出来了第4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盈余预期风险。你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它有显示出 AI 相关产业现在呢，市场对他们的盈余成长的预期，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柱状图，那就是有关于半导体在2026年的盈余预期，它竟然是成长了100%以上，也就表示说，现在市场是非常的期待半导体产业它的盈余成长在2026年可以增长100%，而这个增长100%的预期，可能已经提前的反映在市场上面。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半导体产业它的盈余成长在今年只成长了30%或者是50%，虽然也是成长的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因为现在市场预期是要增长100%嘛，那这就会产生了一个落差，叫做不如预期。这时呢，股价就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修正。这就像是现在大家不是非常的关注世足吗？很多人都期待呢，哈兰德他带着挪威可以挤进前4强，甚至夺取冠军。但是呢，如果最后他只拿到8强，你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就是失落。那股市也是一样，当市场的期待很高的时候呢，企业不只要好，还要够惊喜。只要成长速度或是它的获利的品质或它的未来展望没有办法让市场满意的话，那它的股价肯定会受到修正。好，那前面所讲到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权重集中风险，还有 AI 叙事风险，以及盈余预期风险，这些呢都可以透过资产配置去减少这些风险的影响。但是呢，最后一个风险也是第5个风险，是不能只靠投资组合就解决的。那个风险就是行为风险。研究显示，很多投资人买基金，最终呢都没有拿到基金本身的报酬。为什么？因为投资人会追高杀低，然后频繁的进出，最后呢，实际拿到的报酬呢，跟基金本身的报酬其实差非常的多。那Morningstar呢，他的研究就很有意思了，他把基金依照资金的流入跟流出的波动程度呢，分成了5组。你可以把它想成，资金流越稳定的基金呢，就代表说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呢，比较接近于买入，然后呢就进行持有。然后如果那个基金的那个资金流，就是买入卖出的那个资金流比较频繁的话呢，就代表说投资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呢，他是越常进行一个频繁交易。然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有红色柱状图跟黄色柱状图。那红色柱状图就是你买这个基金的时候呢，你就买入，然后呢持有10年的时间，然后你可以获得这个基金的年化报酬率。那黄色的话呢，就代表说呢，如果你买入这个基金之后呢，你有进行一个买卖进出的话呢，然后呢换算出来投资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呢，他们最终的报酬会减少多少。结果你可以看到，资金流波动越高的基金，投资人实际拿到的报酬反而越低于基金本身的报酬。那我这边再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假设呢，现在有一个基金它现在100块钱，然后之后呢涨到120，然后呢又跌到100块，又涨到150，然后又跌到100块，然后又涨到170，然后再跌到100，然后呢再涨到200块。如果你一开始买进就是100块买进，然后呢在最后的200块卖出的话呢，那你的报酬率就是180嘛。那很多投资人呢，他们就希望说自己是怎样的人，就是希望自己是100块买进，120块又卖出，然后呢在他股市下跌到100块的时候呢又买进，然后在150块的时候卖出，然后持续的话呢都是在100块持续买进，然后呢在最高的时候呢都卖出。这样子的话呢，他绩效不就更好吗？很多短线操作的投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傻傻的这么多次的一个波动，我干嘛要直接买进然后持有卖出？如果我这样子抓到高点，然后抓到低点，这样子的话我的报酬就会更好。但研究结果就是显示众多的投资人并没有这么的省。他们这样子频繁操作之后呢，
他们拿到的报酬就是少上非常的多。那下面这张图更加的明显，这张图的话呢是将基金的一个价格波动呢分成5组，结果就发现呢，基金的价格如果波动越大的话呢，那这个基金的投资人他们更难以获得基金本身的报酬。我们来看最右边这个柱状图，如果你是10年前就买进这个基金，然后呢都没有卖出的话呢，那它的绩效呢就是红色的柱状图，大概就是 5.4%。但如果呢有进行一个频繁的买卖，最终计算出呢投资人买这档基金，它平均获得的报酬呢就会少掉黄色的区块，也就是 2% 左右。那这减少的幅度呢，甚至是所有这种分组当中呢最多的。那摩尼史大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就指出，如果基金它的一个波动，它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的话呢，然后投资人更容易发生追逐绩效，然后呢在大幅下跌的时候呢被吓到卖出的操作。那这再次显示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呢投资人认为自己在低买高卖，在做一个高端的操作，但是呢最终结果呢其实绩效并没有比较好，反而更差。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投资标普500指数大家可能会常见的5大风险。那我自己会怎么样去做呢？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比较倾向于去长期的持有。你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它统计的是 S&P 500指数它在每一年的全年的报酬，以及当年度呢曾经出现的最大跌幅。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几乎每一年美国的标普500指数都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跌。有些年份呢，它跌幅可能是 10%， 有些年份是 15%， 甚至是更多。但你可以发现到很多年份呢，最终都是上涨的。尽管呢，他们在年中的时候呢，出现了10几20%的跌幅，像是2020年的 COVID-19 爆发的时候呢，那一年年中的时候呢，最大跌幅是来到了 34%， 不过那一年最终呢，竟然是上涨了将近 16%。所以我们在投资标普500指数的时候呢，我们更要倾向于去长期的持有，而不是进行一个短线的买进卖出。股市下跌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仓时机。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张图，这张图是时间跟报酬波动的一个关系。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只持有1年的话呢，不管是股票或者是债券，或者是股债组合、六市组合，上下的一个落差都非常的大，它可能大涨，也可能大跌。但是呢，如果你将持有的时间拉到5年、10年乃至20年的话呢，它的报酬范围会慢慢的缩小，最终回测下来，你可以发现到，你不管是投资什么样的商品，只要你长期持有，没有中途的卖出，你都可以赚钱。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2026年买入标普500指数你可能会面临的5大风险。那如果你了解这5大风险之后呢，还是想要进行标普500指数的投资，那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这期影片我跟大家分享如何投资标普500指数可以节省 30% 的美股股息税，并且避开美国的遗产税。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低成本的方式呢去投资标普500指数。那 Kevin 我投资美股大约有5到6年的时间，那我自己是使用 IB 盈投证券来进行投资。那 IB 盈投证券呢，它就是美国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那目前它的市值呢是超越了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的市值总和。那我自己也有创立它的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投资美股的话呢，也可以加入这个社团一起交流哦。那我将它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自己浏览当中。那我是不铁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面见，拜拜。这期没有跟你分享我整理几份报告之后风险。2026年我们买美国标普500指数。2026年最后我也跟你分享我自己。2026年我们买美国标普500指数，这5个风险你一定要知道。最后呢，我也跟你分享